第18100，我是大盲位，我 check。low 价位玩家呢持续下注了一个3300，八通位玩家弃牌，然后当下呢选择加注到9000。然后他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牌，转牌来一张5，变成是7435，一张6的成顺，所以我当下就选择了 all in， 然后对手1秒就跟了。那我想说1秒就跟，可能应该就挂了。然后呢，他就开了他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手牌讲解，主要就是我们这个 EPT 赛事的主赛事，一个5300欧元的一个主赛事。那在开始之前呢，请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呢上线啦。这个网站呢会有很多的扑克新闻、扑克文章啊。如果说你对扑克学习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到这个网站来观看一下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有影音订阅服务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决赛桌的影片，包括我做一些电脑软体的分析。如果说大家想要对于这个扑克有一个更深入的研究的话呢，欢迎到影片下方连结到我们的 EV 实验室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要讲解5300欧元 EPT 的主赛事呢，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一个赛事的结构跟状况。它是一个5300欧元，然后它有 A 组跟 B 组两个组别。不管你参加 A 组或是 B 组，甚至是 Day 2可以买入啊 ，Day 2开始之前呢可以买入啊。不管怎么样呢，一个玩家呢最多呢就是可以买入2次啊，就是2条命的机会。然后它是一个3万的起始筹码，然后1个小时的盲注级别，所以我会觉得以欧洲 EPT 赛事来说呢，它会是一个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可能比较贵，但它有很多资格赛可以参加。我觉得5300欧元算是一个比较刚好，然后大部分的玩家都愿意来参赛的一个报名费的区间。那这场赛事呢，当天的策略呢是参加 B 组，假设不幸出局了，我会 B 组再重买。那原因是因为 A 组跟 B 组呢，其实 A 组的人数跟 B 组人数会差非常的多，所以我当下做的决定呢，就参加 B 组，因为人多啊，代表什么？代表杂鱼就多，所以参加 B 组的 EV 呢，绝对是比较高。那我有记录的手牌的盲注级别呢，是在200、400的状况。首先呢，这手牌呢是我在小盲位啊，我有24000的筹码量啊，拿到一个54方块，我选择加注到3个大盲，也就是1200。大盲的玩家呢，选择了3次下注到3000，他选了一个比较小的加注尺寸。那我的54同花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跟注。换牌是 AQ3 Rainbow， 然后有1张方块，然后底池6400，我 check， 然后他也 check， 然后转牌是1张方块8。那我觉得转牌张方块8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多一个卡顺，多一个同花的听牌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注的炸胡的手牌选择，所以呢，我选择下注3200。然后这时候大盲呢选择 raise 到7000，我的决策应该是很明确的要继续。它适不适合再加注的炸胡呢？我觉得不适合。如果说我今天要选择再加注的炸胡呢，我会偏向选一个更好的手牌选择，譬如说10J 方块、K10方块、KJ 方块。原因是因为这些手牌的赢率更高，然后再加上还有更多的odds啊，比如说10J 同花的话，可以是这个双头卡顺啊，代买同花，所以我觉得非常强的手牌来做炸胡就足够了。如果说今天要选择一点点的部分的话，当下这个54同花呢，我就选择了跟注。合牌来一张 Q 啊，无关紧要的 Q， 底池20400。我会不会转牌下注 Q 呢？其实不大会哦。那代表是说，其实我在手牌里面不大会有3条 Q 的范围。如果我今天是 A 的话呢，我觉得合牌都是一个 check。整体来说呢，我会有非常高频率的合牌的 check。那当然54同花我也不会选择炸，所以我就选择了 check， 大盲选择了下注，好就弃牌。所以这手牌呢，让我稍微损失了一点筹码。啊，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啊，我在 low 价位我大约有18000的筹码量，200、400我选择加注到900啊，是一对9。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小盲位的玩家呢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到3600，因为他们2位玩家筹码量都比我多，所以对我来说呢，有效筹码大约是45个大盲左右。当下的决定呢是我知道小盲位的3次下注的范围非常的宽哦，所以我今天可以考虑4次下注 all in 的范围呢，我觉得会是99以上的对子，甚至是
AQ 不同花、AQ 同花之类的手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甚至是一些 KQ 同花，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 all in。当然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范围呢，选择跟注也不是一个问题哦。就是假设我今天觉得说我希望给他打到一个翻牌后的话呢，我也可以考虑用跟注。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打得还不错的玩家，翻牌前的 all in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所以我当下选择了 all in， 然后后面玩家呢都选择了弃牌啊，就赢下一个底池。接下来呢，终于拿到最大的牌啊，拿到 AA 啊，这手牌呢是在200、500的状况，我大约有2万的筹码量，那我在 low 价位加注了一个 AA， 加注到1100，那 bottom 位的玩家呢有3万，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882，两张梅花。底池4000，我这边混合策略哦，选择了一个 check。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 AAKK 比较大一点的对子呢，可以有一个比较高频率的 check。那如果说是 QQ 以下的对子呢，建议会比较希望下注哦。原因是因为当今天如果说我今天是10，然后 check， 然后转牌来一张，对不对 ？J 以上的牌，其实对我来讲都会比较痛苦一点。所以以手对来说呢，越大的对子呢，可以有一个越高频率的 check，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大盲位 check 我也 check，bottom 位的玩家呢选择了下注1500，大盲位弃牌，然后我这边很明确的 AA 要跟注，转牌又来了一张10，底池7000。那当然我的预设策略呢，如果我翻牌是 check call 的话呢，我转牌还是会持续的 check， 所以我转牌又 check， 对手又下注4000，当然还是 check call， 合牌开了一张8。就变成是882 turn 10 river 8啊，就是一个3条8在台面上的状况。那当然，我预设策略来说呢，应该还是一个很高频率的 check 啊。如果我都 check call 的话，所以我选择了 check， 底池15000，对手下注一个7000。那我这边的后手呢，总共我有14000。所以我在那边想，如果我这边的范围呢，只要是比10还要大的手对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啊，因为它会跟住比我们更弱的范围嘛。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今天输这个4条8所以我们永远都只会 check call， 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只要是赢多输少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筹码，就是预期赢多输少。他下注7000呢，我14000，他想了一下呢，他就有弃牌所以他的手牌范围，我觉得有可能是炸虎，或者是他觉得他来价值下注一些更弱的对子，然后他觉得我的范围呢比他强，考虑弃牌。那下一手牌呢是在200、500的盲注级别，然后 COA 的玩家加注到1000。我在大盲位选择了跟注一个43黑桃，非常标准的跟注。翻牌是 Q64， 两张方块，一张梅花啊，底池大约是2700。我选择了 check。CO 位的玩家呢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他选择持续下注700，2700的底池下注700，有点小，但我觉得也很合理。那我在这边的话中了一个底对，我们讲过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中了一个对子呢都不会弃牌我们只会考虑跟注或加注。那我会用一定的频率呢去选一些底对最弱的手牌呢去选择加注。好处是第一个，就算我是落后的话，我都还有 outs 可以击中2对，或者是更好的转牌的一些双头顺的听牌之类的手牌，那我可以继续的对对手施加压力。那再加上的话，假设对手是一些 K high 或者是一些 S high， 他可能就会直接弃牌嘛。对于他至少都有2个高牌的弃牌来说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电脑会建议用一个低频率的底对的 check raise， 所以我当下选择加注到2400。第二位的玩家选择了跟注，那他选择跟注的话，转牌只要是一张对我来讲没有帮助的范围的手牌我都会很高频率的 check。好，这时候呢，转牌是一张10，我这边的话就选择了 check， 然后他也 check， 然后合牌呢又是一张10变成是 turn 10 river 10，那我当然就是一个摊牌价值的手牌，所以我就 check。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手他也 check。然后呢，我开了一个3、4同花，然后他开了一个4、5红桃，他也是中了一个底对分钱的状况嘛。只是我对于这个决策呢，我觉得相当的不错。那如果说我跟注的话呢，其实有可能是一样转牌跟合牌应该都是 check。所以这手牌呢就是一个分钱，这个时候呢就拆桌了。拆桌的第一手呢，是我在 CO 位，我有35000的筹码量，我选择了加注1100，我是一个 Q7 梅花大盲位的玩家呢，他大约只有2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好，翻牌是 AJ4 Rainbow， 有一张红桃，底池2900，大盲位玩家 check。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接近50%的持续下注的频率那我认为 Q7 的话呢，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注，因为我们有摊牌价值。那我们选择了下注对手跟注。然后转牌来一张红桃4，
底池4900，如果他翻牌跟注了一些不管是任何的 A 任何的 J， 这个时候其实转牌开向4他都不会弃牌哦，所以我不会持续下注这个 Q7，基本上是没有 outs 的一个手牌。我也 check。合牌来了一张 Q， 大盲位选择下注2000，我合牌中了一个 Q 的话，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范围哦。原因是我们有 A 当然会跟注，甚至考虑加注。那再来的手牌怎么？再来就是 Q 的对子嘛。那如果说基哥他今天有机会有一些 K10啊翻牌跟注的一些尝试，在后面转牌跟合牌来炸胡的话呢，那我当然我这 Q 都是领先的。所以我觉得以一个整体的范围来说呢，我觉得 Q 算是一个蛮顶端的范围，尤其是我在 CO 位，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然后我蛮意外的看到它是 Q10不同花，也就是它是一个卡顺，它也中了一个 Q， 就是一个分钱。好，下一手牌呢是300、600，大约是25000的筹码量。我在 Hijack 位拿了一个 Q10不同花，选择加注到1300。大盲位的筹码量的比我多，然后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14-5，两张方块。底池3500，大盲位 check 我们 Q10中了一个顶对然后是需要保护的手牌，然后当然是一个价值下注的手牌，所以我选择了下注12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 raise 到3700，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们有一个顶对，转牌来一张方块7，这时候底池10900，大盲位持续下注了一个4000，这个小尺寸的下注代表的是，我觉得它的范围非常的宽甚至有很多的炸胡，我也不大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强牌呢会选择下注这个大尺寸。当然我今天是 Q10的话，就是一个顶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要再继续。然后呢，我跟注合牌是一张红桃 A， 底池18900这时候大盲位 check。那当然，我这边的 Q10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确的 check， 我不能够在价值下注，它很有可能甚至有 K10甚至有比我更好的这个顶对，所以我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价值，然后我也 check。这时候我看到他开一个 J8 红桃就是它是一个完全翻牌没有立即的 outs， 它有一些后门花跟后门顺的一些手牌，所以它转牌其实多了一个后门卡顺，所以他选择下注。但我觉得他如果说这样子的手牌都要选择炸胡的话呢，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无关紧要，所以我就成功的抓到一个炸胡下一手牌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牌是我在小盲位，我有35000，然后呢是300、600的盲注级别，我拿了一个 KQ 方块，然后大盲位呢只有15000所以我今天有效筹码量呢只有25个大盲。那我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混合策略，我可以考虑跟注，我也可以考虑加注。那我拿 KQ 方块呢，我当下决定加注到1800，也就是3个大盲。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是18-5，两个红桃一个方块，底池4200。我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可以考虑下注，也可以考虑过牌。那我这边选择了下注2000，大盲位跟注，转牌来了一张红桃3就是在3张红桃在牌面上。那我认为我的 KQ 呢，其实还有一点点摊牌价值，但是我不大可能就是在下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牌。那我选择了 check。这个时候呢，大盲位选择了下注一个非常小8200的底池，他下注2000，以一个 KQ high 的我认为立即的 outs 它是可以足够继续，我就选择了跟注。KQ high 的单挑，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对？就算是落后中了 K 跟 Q， 我都蛮有信心的说，大部分的时间是好的，所以我当下呢决定扣，然后合牌开来一张 A， 底池12200。对手的筹码量呢剩下8200，其实我的 KQ 呢，我觉得啦，对我来讲呢，反而是我可以把这手牌转成炸，因为如果他今天是有，比如说中了一对8或中了一对10的手牌，我觉得他合牌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check。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合牌 all in 的话，想想看，他今天要抓炸，他赢什么炸？因为我不大可能会 check call QJ 再转牌，有可能，但我觉得可能只赢1手或2手，甚至我 QJ 我应该会自己下注，我不会去 check call。所以其实如果说他会认为我的范围里面我不会拿 K high 去炸胡的话，那代表说我很有可能我会 check call 转牌 check call 一些什么 S high甚至是一张带有红桃 A 的手牌的组合，合牌很明确的就是我可以价值下注我的 A 嘛，因为我认为范围有8或10会跟注的话，所以我觉得我的 KQ high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摊牌价值，在这个合牌的情况下，然后也适合炸胡的手牌毕竟我翻牌前加注，我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 A， 那它比较不会有 A 的组合，原因是因为当小盲位加注的时候，如果大盲位的筹码量低于25个大盲，它大部分的 A 呢，其实都是一个正 EV 的 OE， 所以它的范围比较不会有 A。我的范围比较多 A 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注炸胡选择，所以我就直接 all in 它。他想一下之后呢，他很快的就弃牌，所以就让我又赢下了一个底池。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单挑的情况小盲位limp 了一个 Q5 不同花大盲位呢有2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 check 翻牌是773 Rainbow， 底池2400。我 check 大盲位下注一个800 ，Q5 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考虑 check call。第一个是因为单挑的情况下呢，尤其是在一个 limp pot， 它有 A 叉跟 KI 的组合呢，其实比较少。就算它今天是有一些3的组合，我 Q5 都还有2个高牌嘛，相对来说。所以如果我今天是 Q2 或 J2 同花，我应该都会弃牌。如果真的是 Q5 的话呢，是一个还不错的 check call。转牌又来一张3哦，也是7733，然后2位玩家都 check， 合牌开一张 A。那合牌开一张 A 的话，就变成是我的 Q5 就变成是台面5张嘛，7733A 嘛，我的 Q5 就用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呢，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炸胡的手牌选择，因为我 check 他 check 的话，就只能是分钱。但如果我下注他弃牌的话呢，我有机会赢下底池哦。所以底池4000，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啊，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炸胡的话呢，我觉得3000或4000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大家选择下注2000，然后对手很快就跟注，然后他是36不同花，也就是他有3的 full house， 就是他先赢下这个底池，我就输了一个比较小的底池啊，我觉得无所谓。下一手牌呢是在500、1000的盲注级别啊，这个时候呢 hijack 玩家有5万的筹码量，他选择 raise 到2000。我在小盲位，我有3万3的筹码量，我拿了 AK 不同花。那我认为这手牌如果是25个大盲以内的话，我会直接 all in 啊。但如果说超过25个大盲，就会偏向一个正常的3次下注，下注尺寸呢大约是7到8个大盲，我觉得算是合理。我当下选择加注到8000，而是8个大盲。大盲位的玩家呢，大约有4万，40个大盲。他选择了一个4次下注 all in， 然后 hijack 玩家弃牌。那我就要想说，我们这边 AK 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跟注范围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哦？如果说我今天3次下注了一些99，甚至是10，我很有可能考虑会弃牌哦。我在这边应该很明确的跟注呢，应该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K 不同花。如果我今天3次下注了 Ace Queen， 我认为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哦，因为在一个冷4次下注 all in 的情况下呢，99、10呢都是相当的边缘，甚至可以说是落后。AQ 呢当然也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40个大盲的状况。那你可能会说，可是我们只有30个大盲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只看自己30个大盲就对？但不是哦，因为当这个大盲位的玩家 all in， 他对于前面的玩家来讲，他还是有40个大盲有效，也就是说他不会 all in 太宽的范围。所以，就算我们自身大约只有30个大盲上下呢，我们还是要评估对手的范围，然后来做一个决策。所以，我认为99、10，甚至是 AQ 呢，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当然 ，AK 当然就在我们的跟注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就跟注。那我们看到大盲位呢，也是 AK 哦，然后是一个分钱的状况。接下来这手牌呢 ，Low Jack 位，它大约有21000的筹码量，500、1000，所以是21个大盲，他选择加注到2200。然后 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35000的筹码量啊，我也跟注一个52梅花。然后翻牌是743 Rainbow， 然后有1张梅花，底池8100，我是大盲位，我 check。Low Jack 玩家呢持续下注了一个3300 ，bottom 位玩家弃牌52的话，就有一个决定要做。这手牌呢是一个双头顺带一个后门花的手牌嘛，要继续啊是明确的。那要怎么继续呢？可以考虑跟注，也可以考虑加注。可以考虑加注的原因是，第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后门花的 out， 再加上其实743对我的范围是非常有利，我会有任何的2对啊，任何的3条，我觉得它甚至不会有2233啊，它也不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听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加注，它也没办法继续。假设它今天是 KQ， 它也不应该继续。所以我觉得我的加注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哦。然后当下呢，选择加注到9000，然后他选择了跟注，他跟注之后呢，后手呢剩下1万，转牌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牌，转牌来一张5，变成是7435，一张6的成顺。如果说以这个范围来说呢，其实它的范围里面要有6是非常的少。我也不觉得他今天是单纯的 A6 会跟注，当然他会有66，他会有77以上的对子，但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跟注了一些比如说2个高牌甚至是一些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注什么 S King、S Queen 如果说就算他今天跟注了，比如说88、99、10，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弃牌，可能会，可能不会。那我们今天中了一个5，对我来说呢是中了一个对子，可是实际上呢变成我没有双头顺了，我在翻牌还有一个双头顺的机会，但是合牌开6的话就变成是台面5张，这张5让我变强，中了一个对子，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来炸胡，因为 check 的话人家 all in，我要不要跟？可能还是要跟。可是如果说我 all in 有一些弃牌率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好，
所以我当下就选择 all in， 然后对手1秒就跟了。那我想说1秒就跟，可能应该就挂了，可能是 AKK 或者是可能真的有6。然后呢，他就开了他的66，他就赢下了这个底池啊。那这手牌的话，让我损失了大约是2万的筹码，变成是我从3万5输2万，大约是在1万5左右。那接下来这手牌呢是在600、1200的状况 ，CO 位加注到2600，bottom 位的玩家呢3次下注到8600。这个时候我在小盲位，我只有17000，大约是14个大盲。那我是 AJ 不同花，对上一个 CO 位加注 bottom 位玩家3次下注。我在小盲位拿到 AJ，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如果我今天是66跟 AJ 以上的牌，应该都会 all in 啊。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弃牌率哦，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他会有一些3次下注的炸胡呢，其实我都还领先。然后呢 ，bottom 位的玩家呢，他已经投入了8600嘛，那我 all in 17000，他肯定是要跟住，他的全范围都必须要跟住。所以他跟住了之后呢，他开牌他是 K8 同花啊，当然我领先，但是翻牌呢就中了一张 K 啊，所以呢。在这个 B 组的赛事呢，我就出局了。然后当下我决定呢，要不要立即重买哦，这是一个学问啊。原因是因为当下还有一个快速赛，那我当下决定呢，先去打这个快速赛。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有故事的。因为呢，在2年前呢，我就是在 B 组出局了之后呢，当天非常难过。但是呢，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当下呢，先去打了快速赛，然后那个快速赛赢了一个冠军。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憧憬，就是对你应该要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先去参加了这个快速赛，梦想能够跟2年前一样，那么赢一个冠军，然后隔天再打。当然，他 Day 2还可以买入嘛。所以我觉得最惨的状况就是，我可以第2天买入。所以我就打了快速赛。那很遗憾呢，在我出局的时候呢，刚好是12点多，接近1点，那也是主赛事结束的时间。很遗憾，边赛事没有赢。然后我当下的决定呢，就是 Day 2啊再买入。Day 2呢，告诉大家非常的精彩啊，就一手牌，直接爆雷，就一手牌。好，这 Day 2呢，1000、1500的盲注级别，我们上桌呢就是3万的筹码量。好，这是一个8人桌，然后 UTG 加1的玩家 raise 到3000，然后我们在大盲位，我拿一个5、6方块，然后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K53 Rainbow， 有一张方块3，底池8500，我 check， 那我认为对手会是一个接近100%的持续下注啊，很合理。然后呢，他下注2500，那我们这边很明确的跟注。然后转牌来一张方块2啊，非常好的方块2啊，底池13500。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中了一个同花顺的听牌啊，翻牌是一个方块3嘛，转牌一个方块2，那我们还中了一个对子。这时候我又 check。对手呢下注了8500，然后我们剩下23000。这手牌呢，2个都可以考虑跟注，也可以考虑 all in。那有的人会觉得说，all in 好吗？这个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当今天对手知道你是一个范围弱势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持续下注很多，甚至是 JJQQ 都可以下注2次，他甚至有一些转牌的方块，他也可以下注2次。那有人会觉得说，那转牌的方块如果我们有对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转牌扣？我觉得可以考虑转牌扣，但是合牌假设不开方块的时候，对手 all in， 其实我们的决策呢会稍微的复杂一点。如果我今天可以考虑有一个半炸胡，就是我自己先炸胡，然后反而对方不能够炸胡我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这手牌呢，基本上我们的 equity， 我们的赢率呢，对上它的范围是非常的高，所以基本上我们怎么做都可以。那只是哪一个比较好呢？这个事后呢，我们会再用电脑软体跟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分析。长话短说呢，就是当下我想一下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 all in 的炸胡，价值下注炸胡可能都有，因为我们的手牌的赢率很高嘛，不管它是 AA 或是 AK，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手牌，加上我们一定还有一弃牌率所以我当下选择了 all in， 然后对手的很快就跟注，那我就知道可能需要击中合牌才有办法赢了。它是 AK 不同花，那就看嘛，看合牌会不会中嘛，对不对？然后就没有了。所以呢 ，Day 2呢，就你知道吗？大家才刚坐下，有没有？那个 Day 2不是很多人坐下嘛，然后看到我一个人就起来了，对，就是很快的就出局了。那这个主赛事呢，很可惜啊，但我觉得我的决策呢都没有做到错误或者是不好。有非常多手牌呢，我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跟大家带过，但是呢，我在这之后呢，我会做一个详细的电脑软体分析，然后会把这一些影片放在 EV 实验室的网站。所以说，玩家如果想要看到更详细的一手牌，大约是15分钟的一个软体回顾、专业的手牌分析的话呢，记得到 EV 实验室去看看我们的影片。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说你想要问手牌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手牌投稿区投稿。那我每个月呢会挑几支有趣的手牌来做回复。
那这个连结呢都在下方资讯栏，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看看。那我是小 P，大家拜拜。